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Depth with CKB Workshop 的第二讲。这一讲我们会来看链上合约啊，我是雪杰，我来自 Novos Foundation。注意我们这个 workshop 其实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说前面我们已经完成的 introduction 部分，会讲说链上的实际的编程模型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二讲，我们会讲说如何用 Rust 语言来编写一个链上合约给 CKB 用。我们会使用到一个工具叫 Capsule，这是我们开发的一个简化，帮我们简化整个合约从开发到测试到部署流程的一个工具。然后之后我们还会有第三讲，我们会讲说如何用 TypeScript 实际编写一个链上合约。今天的 agenda 大概是这样的，首先我们会讲说 script validation flow， 一个 transaction 拿来，它如果想被 commit 到链上，我们需要去运行哪些链上合约，去做哪些验证。第二部分是说我们会实际的去讲说如何在 Capsule 的辅助下去更好的编写一个链上合约。最后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 demo。首先我们来讲 script validation flow。这里面要注意的是说，一个 transaction 想被 commit 到链上，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部分的。今天我们讲的只是说跟链上合约有关的部分，对于其他部分的 validation rules 呢，大家可能要参考其他的文档，或者是我们后续的资料来学习。在这边我们先给到一个 transaction 的例子，这个 transaction 里面有6个 cell， 它们对于每个 cell 都会有个 log script， 而有一些 cell 可能会有一些 TypeScript。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 transaction 想被 commit 到链上，哪些 script 需要去执行来验证这个 transaction 的逻辑呢？首先，所有的 log script 所有 input cell 里面的 log script 都要被验证。在这个例子中，这个 cell 的 log script、这个 cell 的 log script 和这个 cell 的 log script 都会被去验证。同时，所有无论是 input cell 还是 output cell 里面的 TypeScript 也都会被验证去执行相应的逻辑。在这个例子中，这个 cell 的 TypeScript、这个 output cell 的 TypeScript 和这个 output cell 的 TypeScript 也都会被执行。那在这边要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其实是说一个 script， 我们有时候会讲它去被执行，它会被 execute， 或者是说它被 run， 或者是说我们讲一个 script， 它去 validate 一个 transaction。其实我们讲都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因为都是一个同样的概念。因为在 CKB 的模型里面 ，script 每一个链上合约在执行的时候，它只能去验证这个 transaction 里面是否符合特定的结构，比如说是否在一个相应的地方有对应每个 input cell 的签名，是否是说从 input cell 到 output cell 转换的过程中符合特定的格式，它做的只能是这些验证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无论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一个 script被 execute， 有时候我们会讲说 script validate transaction structure， 我们讲的其实都是同样的事情。那从另外一点我们要提的是说，整个这个 transaction 结构其实就是说一个链上合约能访问到的所有内容。对这个 transaction 里包含的，无论是这个 lock 1还是这个 TypeScript 2，他们能访问到的所有的数据，都在这个 transaction 之中唯一的包含。这个其实确保了说前面我们在第一讲中提到说 CKB 上链上合约的确定性。你看到一个合约，它要么被 commit 到链上，要么它不被 commit 到链上。但是它如果被 commit 到链上，它所做的数据修改是说，你如果只要看一眼这个 transaction，你就能唯一确定的，你不需要等这个 transaction。在这个 transaction 如果是今天被 commit 到链上和10天之后被 commit 到链上，它所修改的数据都是完全一样的，它具有确定性的性质。那这个确定性的性质的保证就是说，我们要求一个链上合约，它在实际运行中访问的数据，就是只能访问到整个这个 transaction 里面所有内容，它访问不到其他的内容。它可以访问到 transaction 里，比如说我们列出的所有的 input cell、所有的 output cell， 还有一些其他没列出的结构，也都可以被访问到。而具体一个链上合约访问链上数据的方式呢，是通过 RESTfile 里面的特定概念叫 syscall 来实现的。后面会讲说 syscall 具体是怎样运作的。那其实我们前面提到 LogScript 和 TypeScript 是有不同的执行时间的。那它们的不同的执行时间其实也就预示着我们会给他们设计了不同的 use case。比如说 LogScript 它只是说一个 transaction 中只有 input cell 的 LogScript 会被执行，所以的话我们会觉得它更适合于比如说去体现一个 cell 的 ownership。比如说我们做一个 SecP256 验签的过程，用这个签名来确保说只有这个 cell 的 owner 可以解锁这个 cell， 去花费掉这个 cell。
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些锁定期的限制。比如说，我们用一个 log script 来限制说，一个 cell 只能在3个月之后来解锁。通常的话，这个逻辑是会在一个 log script 里来实现的。那 TypeScript 相对而言，一个 transaction 中，无论是 input cell 还是 output cell 中的所有 TypeScript 都会被执行。所以我们会觉得 TypeScript 更适合在链上去实现一个 DET 逻辑。比如说第一讲中我们讲到 user defined token， 就是通过一个 TypeScript 来实现的。在这一讲的后半段，我会详细的介绍我们现在的一个 UDT 的一个链上合约是怎么实现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叫 NFT， 这是一个在区块链现在中越来越火的概念，叫 non-fungible token， 不可被修改的 token。它的意思就是说，通常情况下，我们讲 token A， 我们会讲100个 token。对于 UDT 的 token 来说，我们会讲说，假设我有100个 token A， 那其实100个 token A 中每一个独立的 token 都是完全一样的，它们之间没有彼此任何的区别。而 NFT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比如说有2个 NFT， 这2个 NFT 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已经被延期到2021年的2020年欧洲杯，其实他们就已经卖出了有一些用 NFT 的方式卖出了一些门票。这些门票不多，比如说我忘记了具体的数额，比如假设说他们有500张门票通过这种方式没卖，那其实他们生成的就是500个不同的 NFT， 每个 NFT 对应的就是一个不同座位的门票。不同座位的门票相互之间是不可以替换的。那与此相对应呢，2个不同的 NFT 之间，代表这2个门票的不同的 NFT 之间也是不可以替换的。每个 NFT 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今天在这个 workshop 之后，最后会实现一个真正的链上合约。我们实现的就是一个 NFT 的链上合约。我们会提供完整的代码，包括完整的 demo， 怎么样把这个链上合约去编写出来，怎么样去测试它，怎么样把它部署到链上。包括在后面一讲我们会讲到说，怎么样去通过一个 TypeScript 的一个小程序来去操作这个链上合约，怎么去创建一个 NFT， 怎么样去把一个 NFT 转给对方。我们会把这个完整过程通过这个 workshop 展现给大家。那 TypeScript 的另一个场景是说，它可以用来表示一些复杂的逻辑。比如说 CKB 里面有个概念叫 Null Store，Null Store 就是通过一个完整的 TypeScript 来实现的。我会强烈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Null Store 的合约，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前面我们在第一讲讲到的 Data Storage 的概念。比如说，我想保存过去1年每天的股票信息，我们现在有个 cell 保存到截止到昨天为止的所有的股票信息。那今天来我要更新我当前对应的这个 cell， 我要把今天的股票价格添加上去。那我们希望用一个 TypeScript 来确保说，我们只能每次去 append 数据，每次只能去比如说我今天来只能添加今天的数据。对于昨天、前天，比如说10天前的数据，我应该是不能做任何修改的，因为如果有人允许修改的话，我这个保存数据的 cell 就没有任何可信力了。你希望如果比如说10天前的数据放在那边，它的数据就永远放在那边，大家可以不停的去 reference 去参考，每个人都可以假设说这个数据不会去被变化，它是真实有效的。这个方式就可以通过一个 TypeScript 来确保，我可以用一个 TypeScript 来确保说，只有今天的数据，今天的股票信息可以被我添加，之前的股票信息不能被任何人修改。这个逻辑就可以用 TypeScript 来确保。那其实我们看前面这个图，我们刚才讲到，所有 input cell 中的 log script 会被执行，但是同时所有 cell 里面 TypeScript 都会被执行。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有一些 cell 其实用的 script 是相同的，比如说前面2个 cell 用的都是 log script 1，而这个 input cell 和这个 output cell 用的都是 TypeScript 1。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上其实是有6个 script 要被执行，然后这个6个 script 它其实是说，如果我们去重的话，得到的是4个 script。那实际在 CKB 的执行过程中，只有这4个去重过后的 script 会被执行。换句话说 ，log script 1虽然它出现了2次，但是实际中我们只会执行1次。同样的 TypeScript 1也出现了2次，但是实际运行中我们也会执行1次。对于 log script 2和 TypeScript 2来说，它们各自只出现了1次，也会被执行1次。
然后注意，我们在这边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实际要执行的就是这4个去重过后的 script，它们之间实际执行的顺序是不重要的，因为前面我们提到说 CKB 是一个在链上只能去验证 transaction 行为的过程。一个 script 拿来，它不能去修改这个 transaction 的任何数据，它没有任何的 side effect，它只能去执行，然后得出一个结果，说我允许这个 transaction 被创建，还是我不允许这个 transaction 被创建。只有所有要执行的当前这4个合约都执行成功，说允许这个 transaction 被创建之后，这个 transaction 才能被 commit 到链上。如果有任何一个 transaction 执行，如果有任何一个 script 执行失败的时候，这个 transaction 都会被 CKB 拒绝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是按这个顺序来执行，还是反过来执行，还是以任何顺序来执行，其实都不重要。只要我们确保这4个去重过后的 script 都会被执行，而且都执行成功之后，这个 transaction 就可以被 commit 到链上。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个概念叫 script group。比如说我们可以对每一个在链上要执行的 script， 它都会有一个相对应的 script group。这个 script group 里面包含了所有用到了当前这个执行的 script 的一个合约的一个 cell 的集合。比如说对 log script 1来说，它的 script group 包含了 cell A 和 cell B。对 TypeScript 1来说，它的 script group 包含了 input cell 中的 cell A 和 output cell 中的 cell C。对于 TypeScript 2来说，因为它只有这一个 TypeScript 2这个 cell D 用到了 TypeScript 2，所以它自己就是一个 TypeScript 2对应的 script group。那对于这下面这个最后这一个 input cell 来说，因为只有它自己用到了 logscript 2，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自己就是 logscript 2的 cell group 的一个集合。那实际在执行过程中，每一个 script 在执行的时候都需要去处理当前它对应的 script group 中的所有的 cell。比如说在 logscript 1执行的时候，它需要去处理 cell A 中的，它需要去处理 cell A 相对应的签名，它也要去处理 input cell B 相对应的签名。换句话说，它需要去循环的去读取当前每个 input script group 中的所有的 cell。那前面提到说，在链上合约执行的过程中，他想去读取 transaction 数据，我们用到一个概念叫 syscall。syscall 可以有2种执行方式，一种执行方式就是说我可以顺序读取当前这个 transaction 中的所有的 input cell。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个 syscall 来读取，先读取到 cell A， 再读取到 cell B， 再读取到最后这个 cell。但是这不是我们需要的行为。我们在对 logscript 1执行过程中，它可能只关心 cell A 和 cell B 是不是对应的签名，而最后这个 cell 是不是有它自己对应的签名，由 logscript 2来负责管理。所以，在 logscript 1执行过程中，它会用 syscall 的第2种执行模式，就是只拿当前 script group 中对应的 cell。它可以，换句话说 logscript 1可以用一个 syscall， 比如说它要获取到当前这个 transaction 中所有 input cell 中符合我当前 script group 的 cell。比如说，通过这样一个 syscall，logscript 1可以拿到 cell A， 也可以拿到 cell B， 它可以对这2个 cell 进行处理，来判断说它们是不是有自己对应的签名。对不起，他们是不是有自己对应的签名，然后去判断说我是不是允许这个 transaction 被创建。与此同时 logscript 2执行过程中，它也会去拿当前自己对应的 script group 中的所有的 input cell。在这个 case 中，它只会拿到这样一个它只会拿到这个 cell， 它要去判断这个 cell 是不是符合签名。通过用这样的方式，通过 logscript 1和 logscript 2的执行，它们各自覆盖到自己的 script group 中的 input cell。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确保所有的 logscript 执行之后，这个 transaction 中所有的 input cell 都被覆盖掉，它们的签名都被检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 transaction。与此相对应的 TypeScript 1执行的时候，它首先会去拿 input cell 中对应当前 script group 它的所有的 cell， 这样的话，它会拿到 cell A。同时，它还会去拿 output cell 中对应我当前这个 script group 中的所有 cell， 这样的话，它会拿到 cell C。有了 cell A 和 cell C 之后，它可以判断从 cell A 向 cell C 这样转化的一个过程中是否符合它自己的规则。比如说 ，cell A 是包含截止到昨天为止所有的股票信息，在 cell C 中，我们想填入今天的股票信息。
这样的一个 TypeScript 可以验证说，从 cell A 到 cell C 中只有今天的股票信息被添加，之前所有的股票信息都没有被变化。所以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 script group 的概念，我们可以说让每一个 script 各司其职去完成验证一个 transaction 中所有的一个小部分的功能。而在所有的 script 相互配合的过程，相互配合之下，我们可以保证所有的 script 之后合并起来，可以验证这个 transaction 中的方方面面的所有的数据。那前面我们看到说，我们有 log script 和 type script。但是对于 log script 和 type script 来说，它们其实无论从数据结构、从执行方式到能访问到的数据都是完全一致的。它们唯一的区别只是说在什么时候被执行。前面我们讲到 log script 只有一个 transaction 中只有它的 input cell 中的 log script 会被执行，而一个 transaction 中所有 cell 上的 type script 都会被执行。那从这个执行方式的区别来说，会造成它们的 use case 有一定的区别。但是除了这个执行方式和这个 use case 的区别之外，它们它们里面的所有的其他的结构，包括无论从数据结构、从执行方式、从syscall 能调用的数据都完全一样的。而且这个 use case 也是说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建议的 use case。你完全可以用如果对你的 DApp 有一些其他合适的 pattern， 你完全可以不遵循我们推荐的 use case， 用自己的方式来去操作log script 和 type script。那前面讲过了 log script 和 type script 的执行逻辑，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script 实际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一个 script 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它包含了3个字段，第一个是 code hash， 它其实就是一个 hash 值。同样的，它包含了一个 flag， 这个 flag 叫 hash type。这个 flag 可以叫 data， 可以叫 type。后面我们会讲说 code hash 和 hash type 是怎么运作的。而 args 是对应每个 script 自己的一个数据结构，对应每一个不同的链上合约来说，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区别。比如说，对应一个 SecP256 合约来说 ，args 里面可能包含的是说一个用户的 public key hash。对一个 UDT 合约来说，一个 args 可能会包含一个唯一的标识符，标明说这个 args 这个 args 对应的是哪一个 UDT 的种类。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到说，一个 script 是要实际在 CKB-BM 上执行一个链上合约的。那这个链上合约的代码，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并不在 script 结构里面。script 里面只有一个 hash、一个 flag 和一个包含实际这个 script 实际这个链上合约会用到的数据的一个 args 这样的一个字段，它并不包含实际的代码。那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代码在哪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代码实际是在哪里。首先我们要区分一个概念叫 script 和 script code。我们讲 script 对应的就是在 transaction 中的每个 cell 里面可能会包含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这个数据结构里面有一个 code hash， 有一个 hash type 和有一个 args 这3个字段。那我们在讲 script code 或者叫链上合约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是说实际对应的这个要在 CKB-BM 执行这样的一个 resvap 代码。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区分之后，所以大家可以期望说，之后如果在这个 workshop 里，我讲 script 的时候，我提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我在讲 script code 或者我在讲链上合约的时候，我提到的是这个 resvap 的这样的一个 program。那其实我们前面看到一个 transaction 里面其实是有 input cell 和 output cell。其实除了 input cell 和 output cell 一个 transaction 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结构，在前面一讲中我们提到了 header depth 的结构。但在这一讲中，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引入 cell depth 这样的一个结构。一个 cell depth 其实它和 input cell 结构非常的类似，它们的作用是说，也是可以去 reference 去引用到一个现在在 CKB 之中没有被花费实际存在的一个 cell。我们认为这个 cell 其实是叫做一个 live cell。在这个例子中，每一个 input cell 其实它 reference 是一个，它可以引用到一个 live cell。每个 cell depth 也可以引用到一个 live cell。那 input cell 和 cell depth 的区别在于哪里呢？在于如果这个 transaction 真正被实际的 commit 到链上之后，我们会认为 input cell 中引用到这个 live cell 就已经被花费掉了，它就不是一个 live cell， 它是一个 dead cell 了。而 cell depth 引用到这些 cell， 我们会认为这个 transaction 即使执行成功，即使被 commit 到链上，那这些被 cell depth 引用的 cell 也依然是一个 live cell， 保存在 CKB 现在目前的 live cell 集合中。
换句话说，在这个 transaction 执行之前，链上的 cell 是左边这4个 cell， 这4个 cell 被认为在 left cell 集合中。那在 transaction 被 commit 到链上之后 ，input cell 中引用到这2个 left cell 相当于被花费掉了，它们已经不复存在了。而 cell dep 引用到的这两个 cell 依然存在，而这个 transaction 同时也会被创建出2个 output cell。在这个 transaction 执行成功之后 ，left cell 中集合中包含这个 transaction 创建出的2个 left cell， 以及这个 cell dep 中引用这2个 cell。input cell 中引用的 cell 我们会认为它已经被花费掉了。那如果我们稍微延伸一下的话，其实我们前面知道每一个 cell 里面会有个 data 字段 ，data 字段可以包含任何的数据，没有任何格式的数据。那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实际的链上合约放在一个 cell 的 data 部分里面，然后我们通过一个 cell dep 去引用它，这样相当于在这个 transaction 结构中，我们就有一个位置来指向说我们要实际执行的合约在哪里。其实实际执行的合约就在由这个 transaction 中的一个 cell dep 引用的某一个 cell 的 data 字段里面，这个地方包含的就是实际链上合约。那我们来看一个链上合约的生命周期。首先的话，我们去编写代码，我们可以用 C， 可以用 Rust， 可以用 JavaScript， 可以用任何其他 CKBBM 支持的语言去编写代码。这个代码最后会编译成一个 RESTSwap 的一个 binary， 这个 binary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链上合约。之后的话，我们会去用一个 transaction 去创建一个 cell， 这个 transaction 里面包含一个 output cell， 这个 output cell 里面的 data 字段去包含这样一个链上合约。这样的话，通过一旦这个 transaction 被 commit 到链上，我们就在这个 CKB 的一个链上 CKB 的 live cell 这集合中有一个 cell， 这个 cell 的 data 字段包含我们要用到这样的一个链上合约。之后我们要执行这个链上合约的时候，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transaction， 在这个 transaction 中的某一个 cell dep 中去引用这样一个链上合约。这样的话，这个相当于这个 transaction 就可以访问到这个链上合约，它就可以去执行这个链上合约来完成需要的功能。而在最后可能会有一个 optional， 但是也是一个很不常见的过程中，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合约，它已经完成它的 purpose， 或者说我们发现这个合约有某些 bug， 那我们可能会把这个合约对应的 cell 清理掉，去回收这些 CKB 去用作其他用途。但是这个过程通常有可能会存在，但更多的时候它不会被存在。那它不会被存在的原因是说，我们希望链上合约能稳定的保存在 CKB 链上，不受干扰。比如说，我想用一个 SecP256K1 的链上合约来去确保我的 cell 不会被其他人花费。但是同样的情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需要我自己能花费掉这个 cell 来完成一些规则，就是说我需要能执行到这个链上合约，我希望这个链上合约在 CKB 中永远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通常情况下，大家如果看很多人去部署合约的时候，会用一个在生成这个包含这个合约的这样一个 cell 的过程中，会用全0去覆盖这个 cell 对应的 log script。这种方式就是在确保说没有人能修改这个链上合约，包含这个链上合约的 cell， 没有人能够去花费掉去包含这个链上合约的 cell。换句话说，这个包含链上合约的 cell 就永远在 CKB 存在中，可以被任何人去使用。任何人都可以去用去依赖这个合约的存在，去用这个合约来保存自己的 cell， 而不用担心这个合约如果被花费掉，自己的 cell 就永远不能被再解锁了。回到前面这张图，其实我们现在讲述了说一个 transactional cell dep 会包含一个有链上合约这样的一个 cell。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来去使用这个链上合约来执行这个链上合约。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其实有2个 cell， 在这个图中我们有2个 cell dep， 我们怎么知道下面这个 cell dep 指向中的在 cell 中的 data 中包含的是我们需要执行的链上合约呢？上面这个 cell 其实也可以有一个 data 字段包含另外一个链上合约，我们怎么知道下面这个 cell 是我们要执行的链上合约，而不是上面这个 cell 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过程。首先我们要讲述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在 CKB 的每个 cell 中会有 data 段，会有 type 段。那我们其实可以定义2个不同的 hash。首先第一个 data hash 就是 cell data 段，我们把 cell data 中的数据拿出来，我们对它做一次 break to be hash，
得到的结果我们把它叫做 data hash。那我们有了 data hash 之后，我们同样可以定义一个叫 type hash。type hash 的计算方式就是说，把一个 cell 中的 TypeScript 拿出来，首先我们把它序列化成 raw bytes， 然后我们把对这些 raw bytes做一次 Blake2B hash， 得到的结果我们把它叫做 type hash。这样得到结果就是说，对于每个 cell 我们都可以计算出这样一个叫 data hash 和一个叫 type hash 的结构。那我们再看一个 transaction， 假设这个 transaction 中有4个不同的 cell type， 它们分别有各自的 data hash 和 type hash 都是不同的。那我们如果在想要去执行一个链上的一个 transaction 包含的 script 中，注意我们前面讲过说 TypeScript 和 LogScript 其实在在执行过程中，包括它们的数据结构都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不同的只是说执行时间，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不会强调说我们要执行的是一个 LogScript 还是一个 TypeScript， 我们只会说我们执行的是一个 script。那在一个 script 要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去通过它的 code hash 和 hash type 去做查找。首先，对于当前这个例子来说，它的 hash type 是 data， 它的 code hash 是 0xAADD。这两个值合并起来，意思就是说，这个 script 要求我们去当前这个 transaction 中的 cell depth 里面去找一个 cell， 这个 cell 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说，这个 cell 对应的 data hash 是 0xAADD。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找，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 cell depth 4中，它对应的 cell 里面，我们去查找它们的计算出来的 hash， 我们会发现这个 cell depth 4中计算出来的 data hash 就是 0xDD， 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这个 script 想要执行的是 cell depth 4中所引用到的 cell 里面的对应的 data 字段。注意，其实 data hash 和 type hash， 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说，它其实我们前面讲说，它其实是在一个 cell 中计算出来的概念。但是因为每一个 cell depth 都会去引用一个 cell， 所以我们会认为，我们可以近似的认为一个 cell depth 其实就是一个 pointer， 或者如果大家对 Linux 熟悉的话，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 symbolic link， 它去 link 到实际的 cell。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有的时候会讲 cell depth， 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被引用到那个 cell， 其实它们指的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其实 cell depth 就是指向被引用到那个 cell 里面是被引用到一个 cell 这样的一个 pointer。那这个例子完成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个更复杂一点的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引用，换句话说 ，script 结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的 hash type 是 data， 它的 code hash 是 0xbeef， 这样的一个这两个值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找一个 cell， 在去 cell data 里面找一个 cell， 它的 data hash 是 0xbeef，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 cell 它的 data 段是data hash 是 0xbeef。虽然 cell depth 3它里面的确有 0xbeef， 但是 0xbeef 是存在于是它的 type hash 的值，并不是它的 data hash 的值。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我们在当前 transaction 中完全找不到这个 script 所需要的一个链上合约，我们就认为这个 script 的执行是失败的。下面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找说 hash type 是 data，code hash 是 0x1234 这样对应的一个 cell 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cell depth 1和 cell depth 3都满足它的 data hash 是 0x1234。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任意选一个任意选一个 cell， 我们可以选择 cell depth 1对应的 cell， 我们也可以选择 cell depth 3对应的 cell， 这两个 cell 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仔细去想一下，我们要执行的链上合约放在每个 cell 的 data 端中，而 data hash 就是通过 data 段来计算出来的一个值。通过 Blake2B 它一个 cryptographic hash 的性质，我们可以确保说，如果它们的 data hash 是相同的，它们的 data hash 都是 0x1234， 我们可以认为它们的 data 段都是完全相同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 cell depth 1和 cell depth 3保存的是完全相同的链上合约。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任意选一个，因为选1和选3执行结果都是完全一样的，它们的 data hash 都是相同，说明它们的 data 相同。它们的 data 相同，说明它们的它们包含的链上合约都是完全相同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完全选任何一个都可以。那前面我们看到了 hash type 如果是 data 的时候，我们去怎样去 cell depth 里去寻找链上合约的。接下来我们看 hash type 如果是 type 的时候，我们怎样寻找链上合约。同样在这个例子里面，
hash type 是这个 script 对应的 hash type 是 type， 它的 code hash 是0x1234，说明我们要找一个在 cell depth 里面找一个 type hash 是0x1234这样的一个 cell。我们可以发现 cell type 2对应的 type hash 是0x1234，所以这个 script 要执行的就是 cell type 2里面对应的链上合约。再换一个例子，如果我们要找一个type hash 是0xaadd 的这样一个 cell 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一个 cell depth 里面对应的 cell 它的 type hash 是0xaadd。所以说 cell depth 4的 data hash 是0xaadd，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因为 hash type 是 type， 我们要找的是 type hash。这个时候我们同样认为这个 script 的执行失败，因为它找不到需要执行的一个链上合约。最后我们要看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是说，假设我们要去找一个 hash type 是 type code hash 是0xabcd 这样 script 对应的一个链上合约。这两个 field 的值 translate 过来之后，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 cell depth 里面找一个 cell， 它的 type hash 是0xabcd。我们会发现 cell depth 1和 cell depth 4，它的 type hash 对应都是 abcd。前面我们讲的，如果是 hash type 是 data 的时候，你可以任意选一个 cell， 但是在 hash type 是 type 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做这个事情，因为在这个地方同样的 type hash 都是 abcd 的 type hash， 只能确保说他们这俩 cell depth 1和 cell depth 4对应的cell 中，它的 type script 是相同的。那么完全不能确保说 cell depth 1和 cell depth 4中对应的 data hash 是什么。就像我们这边例子 ，cell depth 1对应的 data hash 是0x1234，而 cell depth 4中对应的 data hash 是0xaadd。在这个时候，它们的 data hash 不同，代表说它们后面的cell depth 1和 cell depth 4中对应的 cell data 是不同的。cell data 不同，代表说它们这里面可能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链上合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唯一的确定说，我们当前这个 script 执行中所想要的是说 cell depth 1中的链上合约，还是 cell depth 4中的链上合约。我们会认为这个查询失败，我们会让这个 script 直接 fail 掉，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查出了超过一个的值，我们不能唯一确定说我们要去选用哪个值来使用。这个地方执行就是会认为说失败。注意这个地方是说，当你用 hash type 是 type 的时候，与当你用 hash type 是 data 的时候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当你用 hash type 是 type 的时候，你就要查找到唯一的一个 cell depth， 这个 cell depth 满足的需求，而没有其他的 cell depth 会满足你的需求，你只能用这一个 cell depth 来执行。而如果你查出了超过一个 cell depth 是有你当前使用的 code hash 的话，执行就会失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一个 script 中它的 code hash 和 hash type 可以帮助我们唯一的去查找说我们要使用的一个链上合约。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认为说，一个 script 中的 code hash 和 hash type 就可以 uniquely identify the script code to run， 就可以唯一的指向说我们要执行哪一个链上合约。那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说，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其实 hash type 和 code hash 的集合，相当于就是帮我们唯一指定了 script code 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说，一个 script 里面包含两个部分，它首先包含 script code， 包含这个链上合约，然后包含这个链上合约执行的 args 执行的参数。而这个链上合约这个 script code 的部分，其实是由 script 中的 code hash 和 hash type 来唯一确定的。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衍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一个 script 中的 script code 它链上合约部分，它定义了这个 script 的行为，而 args 是用来帮助我们 instantiate 这个 script。就是说，换句话说，如果大家对 OOP 比较熟悉的话，我们可以认为 script code 定义了一个 class， 而 script code 和 args 在 args 的辅助情况下定义了属于这个 class 的一个 object。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首先，我们可以认为一个链上合约定义了我们一个链上合约，假设它是一个 SecBR56 一个验签的过程。那 args 中可能会包含某一个 owner 它的 public key hash。那对于在这个链上合约和这个 args 组合成一个 script 之后，我们可以认为这个 script 就包含了对应某一个钱包对应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log script。再看第二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链上合约叫 UDT 的一个链上合约。那 args 的话，可能是说对应某一种 UDT token type 它自己的一个 ID。
那在这样情况下，一个链上合约和一个独立的 UDT type一个 UDT token type 的 ID 组合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对应某一个 UDT 类型的一个特殊的 TypeScript。注意这个地方其实是跟以太坊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以太坊通常情况下，我们第一个ERC20和第二ERC20，他们其实是可能各自会用到完全不同的一个链上合约。前面每个人都会需要写到自己的 ERC20 合约，比如说我USDT 会有自己的合约 ，BAT 会有自己的合约，相互合约之间虽然他们会共同的 interface， 会有共同的 API， 但是合约之间是没办法去重用、去复用、去做 code sharing 的。但是在 CKB 里面，我们通过链上合约，通过 script code 这个概念来解决了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UDT， 比如说100种、200种不同的 UDT， 它们都可以完全共用同样的一个链上的合约。这个链上合约我们可以在 CKB 上只部署一次，但是他们可以每个人赋予自己不同的 ID， 有了不同的 ID 之后，每个人可以组合成属于自己的一个 TypeScript， 属于自己的一个 UDT TypeScript。这样的话，我们就最大程度去促进了代码去复用，这样得到结果就是说，我们在链上可以只有一份 UDT 合约，而不像 Ethereum 来说，链上有多少种币就要有多少种 ERC20 的合约。这样的话，我们在链上既节省了空间，又能确保大家不同的 UDT 有同样的行为，在 DApp 想做处理的时候，可以做最简化的处理。因为看到同样的合约，虽说有不同的 ID， 它每一个 DApp 都可以确保说这个合约都可以清楚的知道这个合约可以运行的方式，它可以怎样去运作，可以去哪里去找相应的对应的数据。那最后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同样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链上合约，这个合约对应的就是 log time， 就是说它就是一个确保锁定期这样的一个合约。那 args 部分我们可以放一个不同的 timestamp， 比如说我可以放1个月之后，可以放2个月之后，可以放10个月之后，可以放1年之后。那在这样一个链上合约和这样一个 timestamp 组合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可以确保一个锁定期的这样的一个 script。这样的一个 script 可以，注意同样的情况下，我们这地方还促进了我们同样促进了 code sharing， 因为我们有一个锁定期的 script， 这一个锁定期的 script， 我们可以从这一个锁定期的 script 中初始化去出发，得到完全不同对应不同锁定期实际的链上 script。同样的话，这样一个合约加上 timestamp 之后，最后生成了 script。在 CKB 中，我们想促进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链上合约，其实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可以提供参数。有了这些参数之后，它可以实现不同的逻辑，比如说不同的用户的钱包可以完全共享一个验签的逻辑。对于不同的 UDT TypeScript， 他们可以共享一个 UDT 的链上合约实现。对于不同的锁定期的 script， 他们可以共享一个锁定期这样一个链上合约的实现。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觉得可以在 CKB 里面更大的促进说代码的共享，去节约大家的空间，同时去得到更好的效果。接下来我们进入例子的阶段。如果大家去看过我们第一部分的 introduction 部分的话，可以记得我给大家提到说，我们用一个 TypeScript 就可以确保 UDT 的逻辑。在这边我们会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一个 UDT 的 TypeScript 是怎样，一个 UDT 的链上合约是怎样去实现的。那我们回到一个 UDT 转账的例子，对 Alice 有1000个 token A， 它可以 Bob 转账100个 token A， 同时自己留900个 token A。那其实对于一个 UDT script 的话，如果归根结底我们刨根问底的话，我们要确保的逻辑就是说，在正常的转账过程中，比如 Alice 给 Bob 转账过程中，我应该就是说，我如果有1000个 token A 的话，我应该只能生成1000个 token A， 我不能做增发。对于一个 attacker 来说，假设 Alice 提供了1000个 token A， 他想在 transaction 里面转给 Bob 500个 token A， 同时自己又留900个 token A 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 Alice 是想尝试做一次增发的行为。那我们其实是要避免这种行为，因为在正常的转账过程中，我们不希望有任何增发的行为，因为我们希望 token A 的 owner 去创建，比如说1亿个 token 之后，
那 token A 就只有一个。在任何普通的转账行为，比如像现在在 Alice 给 Bob 转账行为中，你是不应该能允许增发的。我们会认为这是在 UDT 的 TypeScript 中我们要确保的一个逻辑。所以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这样设计一个 UDT 的行为。那这个地方我们有个流程图。首先，在这个 UDT TypeScript 执行过程中，它会先判断说它自己是不是 owner 来执行，因为有一些 UDT 会有 owner 需要增发的行为，比如说第一次它发了一亿个 UDT token A 之后，根据有一些行为，它可能要去销毁一些 UDT， 它可能也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去增发一些 UDT， 比如说它想再增发5000万个 UDT。那对于 owner 来说，我们可以提供一种方式，让他随意去做任何想做的操作。比如说，他想增发5000万个UDTA， 他应该可以被允许做这种操作。那如果在不是 owner 的情况下，我们首先需要拿到 input 所有的当前这个 transaction 中所有 input cell 中对应的 UDT 有多少个，同时我们再拿到当前这个 transaction 中所有 output cell 中对应的 UDT 有多少个。那我们会做一次检查，如果 input cell 中里面对应的如果 input cell 中对应的 UDT 数量如果超过 output cell 中对应的 UDT 的话，不好意思，这个地方 PPT 我写反了，随后我会更新一下。这个地方逻辑应该是说，如果 input cell 中对应的 UDT 数量如果大于 output cell 中对应的 UDT 数量的话，我们就允许这次操作。所以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 accept 操作，而不是一个 reject。这个地方 PPT 我写反了，不好意思。与此同时，如果 input cell 中对应的 UDT 小于 output cell 中对应的 UDT 数量的话，我们会执行一次 no 操作。no 操作这个地方对应应该是 reject， 就是说下面这个地方 input yes 和 reject 应该是完全相反的。这个我 PPT，我在准备 PPT 的时候写错了，不好意思。随后我会更新这个 PPT。那有了这样一个逻辑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 CKB 中的 TypeScript 其实包含了两种职责。第一种职责是说，在有这个 TypeScript 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确保这个增发规则不被破坏。这个 TypeScript 在执行过程中，在执行过程中可以确保说，user Alice 假设只有1000个 token A， 它只能在 output 中创建出1000个 token A， 它不能去做增发。这个逻辑是由 TypeScript 来确保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当一个 cell 用了这样的一个 TypeScript 之后，在外面的 DApp 可以识别出 OK， 在有了这个 TypeScript 之后，当前这个 cell 对应的就是一个转账的过程。当前这个 cell 包含的就是一个 UDT 的 cell。换句话说，对应这样在目前的 CKB 设计里面，一个 TypeScript 可以包含两个职责。首先，有了这个 UDT TypeScript 在这个 cell 里面的时候， DApp 可以识别出这个 cell 对应的就是一个 UDT cell。这个 DApp 可以从 cell data 中读取出这个 UDT 的数量。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 UDT 的 TypeScript 被赋予了 identification 的行为。就是说我们如何判断一个 cell 它是一个 UDT cell， 就是通过这个 cell 里面包含这个 UDT TypeScript 作为一个 TypeScript， 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 UDT 的 cell， 我们可以从 cell data 中解锁出 UDT 数据。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这个 cell 里面包含了 UDT TypeScript 这样一个链上合约来作为 TypeScript，它可以确保这个 UDT 运作可以按正常的方式来运作，因为这个 TypeScript 在任何的 transaction 中都会被执行，它可以确保这个增发规则不会被破坏，它可以确保 UDT 的所有的安全规则都被正确的使用掉。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 TypeScript 又实现了 security 的功能。换句话，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会认为在 CKB 里面一个 TypeScript 它被同时赋予了两个职责，它既是 identification 来告诉 DApps 告诉用户这样一个 cell 它的 purpose 是什么，告诉这些用户哪一个 cell 对应的 UDT cell。从另外一个角度，这样一个 TypeScript 又被赋予了 security 规则，这个 TypeScript 可以唯一的确保说这个 UDT 可以以正确的方式被执行。比如说在 transfer 过程中我就不允许用户增发，那这个 TypeScript 就应该确保这个规则。我们会认为从
从编程角度来说 ，TypeScript 是 CKB 从比特币模型中衍生开来之后添加的最重要的东西。首先 CKB 是从比特币模型衍生开来，无论是从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从 Cell 对应 UTXO 的概念，还是从CKB 中的 LogScript 对应比特币中的 Script 这样的概念，其实我们是从比特币的模型去衍生开来的。但是在衍生开来之后，由于引入了 TypeScript， 我们会认为 CKB 的编程模型是在比特币的编程模型之上做了一次很大的演化，做了一次推进。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improvement， 但是就是说，因为比特币那边也在持续的开发模型，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大家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在尝试的结果之后，我们会认为我们的尝试是好的，别人会认为别的人尝试是好的，但是最后的哪种尝试是好的呢？我觉得可能由市场或者时间来决定。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会认为 TypeScript 是说从CKB 从比特币模型衍生之后所做的最好，也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改进之一。回到前面的 UDT 的例子告一段落之后，我们来讲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来讲 Type ID， 因为前面我们讲到是说，这样在前面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cell type 1和这样的一个 cell type 4，它们可能两个 cell type 分别引用两个不同的 cell， 两个不同的 cell 分别包含了两个不同的合约，但是它们的 type hash 碰巧是相同的，这在实际使用中会给我们造成一些问题。那我们想问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 CKB 里创建出唯一的别人不能去伪造的这样的一个 TypeScript？ 换句话说，我们在创建一个 cell 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赋予它唯一的，就是说别人永远不会有人跟它一样的这样一个 type hash 呢？我们后面可以看到，我们同样可以通过 TypeScript 来完成这样一个功能。首先，我们要看一个区块链的一个比较 general 的 rule， 叫 double spending。首先，我有这样的两个 transaction。首先，第一个 transaction 花掉 cell 1和 cell 2，同时生成 cell 3、4、5。第二个 transaction 花掉第一个 transaction 生成的 cell 3，再花掉另外一个 cell 6，生成 cell 7、8、9。如果这两个 transaction 是按这样顺序，先 commit 到左边这个 transaction， 再 commit 到右边这个 transaction。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 transaction 其实是都可以被一个 blockchain 给 commit 掉，都可以上链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些修改，第一个 transaction 想花掉 cell 1、2，第二个 transaction 同样想花掉 cell 1，再花掉 cell 6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假设第一个 transaction 先被 commit 上链之后，第二个 transaction 是不能上链的，因为它会发现 cell 1已经被花掉了。在区块链的世界中，这个叫一个 double spending rule， 从 Bitcoin 那边开始，但是衍生开来，大家都在使用。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double spending rule 其实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因为我们从这个 double spending rule 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规则，就是说，在一个区块链上，在所有的 transaction 中，所有的 transaction 的 input cell 中，只能有一个 transaction 中的一个 input cell， 它是 cell 1。换句话说，这个 cell 1只能被包含一次。一旦这个包含一旦有一个 input cell 是 cell 1的这样的一个 transaction 上链之后，后面不能再有任何一个 transaction， 它的 input cell 里面也包含 cell 1这样的一个 cell。换句话说，某一个 transaction 中的 input 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唯一的 unique identifier， 因为它只会出现一次，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破坏这个 double spending rule。有了这样的一条规则之后，我们就会用一个 transaction 中的 input cell 来作为一个 ID 来实现一个规则。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我们创建这样的一个 TypeScript 过程之中，我们就可以首先它的 TypeScript 之中会包含一个 Type ID 这样的一个链上合约。稍后我们会介绍这个链上合约它的逻辑是怎么运作的。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链上合约这个创建这样的一个 cell， 它的 args 里面包含当前这个 transaction 中第一个 input 它的 hash，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在一个区块链上所有的 transaction 之中，只能有一个 transaction 包含某一个 input。换句话说，这个 input 在当前这个区块链上是唯一 unique 存在的。只有一个 transaction 中的一个 input 能是这个 cell 1的 input， 所以我们把这个 cell 1作为一个 ID， 我们把它 hash 一次，
把这个 hash 放到一个 TypeScript 的一个 X 里面。之后我们可以确保一个规则，就是说，当一个已经生成了这样的一个 cell， 在转化成另外一个 cell 的过程之中，我们把这个 X 给平移过来。有了这两条规则，结果就是说，首先第一次创建的时候，这个 ID 是从一个 transaction input 中创建出来，这个 input 是唯一，这个 hash 也是唯一，所以这个创建出来这个 TypeScript 也是唯一的。之后我们确保说，当前这个 cell 被花费的时候，最多只能有一个有同样 TypeScript 的 cell 被创建出来，这样得到结果就是说，首先我们只能创建一个有当前这样 TypeScript 的 cell 出来。之后我们确保说，当在转化的过程中，每次你只能消耗掉有当前 TypeScript 这样的一个 cell 之后，再去生成最多一个有当前这样的 TypeScript 这样的一个 cell。这样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以用数学归纳法的方式来推断出，首先，对于这样一个给定的一个特殊的 TypeScript， 你只能创建一次。创建一次之后，每一次在后面的过程中，你只能先销毁一次，再创建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数学归纳法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确保说，在整个的一个区块链中，具有当前这个 TypeScript 这样的一个的 cell 最多只能有一个，你不能有第二个 cell 也有当前这样的一个 TypeScript。这个规则是完全可以用这个 TypeScript 的一个链上合约来确保的。我们来看说这个链上合约大概是什么样子。首先就是说，第一条，如果这个合约中有超过一个 input cell 是用了当前这样的一个TypeScript 这样的一个合约来说，我们就拒绝掉这个 transaction。如果这个 transaction 中生成了超过一个 output cell， 这些 output cell 都用当前这个链上这个 TypeScript 这样的一个合约来说，我们也拒绝到这个 transaction。第三条就是说，有前面这两条，我们就可以确认前面的转化规则。第三条是用来确认说前面的创建规则。如果没有 input cell 使用了当前这个 TypeScript 当前这个特殊的 TypeScript 来说，我们就认为它是在最开始的创建规则。于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去计算当前这个 transaction 中第一个 input， 计算首先去拿当前 transaction 中第一个 input， 我们对它做一次 hash， 我们把这个判断这个 hash 是不是和当前我们这个特殊的 TypeScript 的 X 相等。如果它是相等，我们认为我们是用正确的数据创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具有特殊 TypeScript 的 cell。如果这个值不相等，我们就认为这是一次错误。通过这几条简单的规则，我们就可以确保说，首先我们只能唯一创建出一个有当前这个 TypeScript 这个特殊的 TypeScript 的 cell。然后我们可以确保说，在之后的转化过程中，我们最多只能是首先去消耗掉有当前这个特殊的 TypeScript 的 cell， 然后最多我们也只能创建出一个有当前这个特殊 TypeScript 的 cell。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如果通过这种近似于数学归纳法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唯一的确保说，当前在 CKB 中只有一个 cell， 这个 cell 它的 TypeScript 是唯一的，没有任何人能创建出第二个 cell 使用同样的 TypeScript。那其实在这地方可以留给大家一个 quiz， 前面这个 flow 其实还是有个小 bug 的。在我们实际的生产环境中，我们部署的我们把这样一个链上合约叫 Type ID 合约。在我们现在生产环境中部署的 Type ID 合约中，这个 bug 我们已经被修复了。我们现在生产中，如果你用 Type ID 的话，是不会有这个坑。但是这个坑其实是可以很值得去想的，就是说这个地方留给大家一个 quiz，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想一下。回到前面这个图，我们前面讲过说，在 CKB 中，通常一个TypeScript 可能会有两个职责，一个 Identification 职责，一个 Security 规则。那对于前面的 UDT 合约，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是符合这两个职责的。所以对于一个 Type ID 合约，同样它也是符合这两个职责的。首先，一个 Type ID 合约可以被赋予 Identification 职责，它可以唯一的来去指向说 CKB 里面的一个合约。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 TypeScript 之后，我们就可以确定说，我们能在 CKB 里唯一找到这样一个 cell。CKB 里面只有一个 cell 满足它的 TypeScript 是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 Type ID script。与此同时，它也确保了 security 规则，它可以确保说，在 CKB 中所有的 transaction 不停的变换之中，
只有这样一个 cell 满足它的TypeScript 是我们给定的这个 特殊的 Type ID script。因为我们前面确保了2条规则，第一个在创建的时候，你在第一次创建的时候，你只能创建出一个使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 Type ID script 的一个 cell。然后在中间的演化过程中，你只能首先销毁掉这样一个 cell， 然后再去创建最多一个这样的一个 cell。通过这2条规则，我们可以确保说，在任何时候，在 CKB 上只有一个 cell 满足它的 Type ID 是当前这个 TypeScript。如果这个地方其实我解释的不太清楚的话，大家可以回头看 Speaker Notes， 我之前写了详细的一篇 blog 来介绍说，整个的 Type ID 是怎么运作的。如果大家可以去2个途径去参考，首先这个 video 会在这边。我的 PPT 也会在这边，然后去看 Speaker Notes 的话，也会有相应的对应的 blog 里面也会讲述说 Type ID 是怎么运作的。那最后稍微提供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述都是纯粹于区块链的变换规则，用 CKB 的 Type ID 怎么做 cell 之间的变换。那其实 CKB VM 比我们前面讲述的事情要强大的多。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例子叫 Polyjuice， 链接在下面，大家其实可以去用 Polyjuice 去看一下。Polyjuice 其实做了一个 Ethereum 的兼容层，在 CKB 上完全是实现了 Ethereum 的或者说我们讲说在 CKB 上实现了绝大部分 Ethereum 的功能，其中包含说我们会在 CKB VM 上去跑一个 EBM 的合约。那这个合约执行过程是这样的，首先说我们拿来一个 EBM 的实现，去把它编译成 RISC-V 的 binary， 同时我们会有说一个 Solidity 或者其他以太坊上面的语言编写的智能合约，我们把它编译成 EBM 的 bytecode。那 CKB 其实是把这个 RISC-V 包含 EBM 实现的 RISC-V binary 拿过来执行，相当于在CKB VM 里面首先去执行 EBM， 在 EBM 里又执行了 EBM 的 bytecode。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去执行所有的Ethereum 的合约，来拿到最终的结果，来实现我们需要的需求。那在目前的情况下，虽说Polyjuice 只能实现部分的Ethereum 的 API， 因为一些签名方面的规则或者一些其他的限制，但是在链上合约的部分，其实我们是可以实现支持 EBM 的所有的 OP code 的，这里面没有任何兼容性问题。我们的期望是说，你的 Solidity 合约不应该需要做任何调整，你可以直接拿过来放在 CKB EBM 上跑，来实现你需要的效果。这个地方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到全功能对 EBM 的实现的兼容，这也是 CKB EBM 的一个强大的部分。那前面是说对 CKB 链上合约的介绍，下面我们来讲一下说如何通过 Capsule 来实际去写一个链上合约。首先，我们做了这样一个 Capsule 的工具，它是一个利用 Rust 写合约的一个框架工具。我们在里面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去做支持一个链上合约开发的一个全功能，从你最开始的开发到你去做调试，到你想写单元测试，到你最后去做部署，我们希望能覆盖这个完整的周期。后面我也可以给大家演示说，我们怎么样通过这样一个简单的工具来实现一个链上合约的开发、部署，包括测试的方方面面的功能。Capsule 其实是这样子说，稍微写的时候，其实你写的就是完整的 Rust。我们现在用的其实就是标准的 Rust Nightly 的 compiler， 我没有做任何的修改。这个地方是说 CKB 和其他的链我觉得不同的一个地方。我们希望用如果你想用 Rust， 我们会觉得我们会尽量帮助你使用 Rust 官方的工具，我们不会对 Rust 官方工具做任何的修改，你用的就是 upstream 的东西。我们不会像一些其他的链说去 fork 一个 Rust， 然后把我们的 fork 放在我们的代码库里，然后跟大家讲说我们已经支持 Rust， 你可以用自己编译我们的 fork， 然后用一些流程去使用 Rust， 然后这个 fork 永远也不会更新。这是我们在 CKB 里面不想走的一条路。我们想走的就是说，尽量让大家用官方的 upstream 的工具，这样去享用更好的一个 ecosystem， 享用更好的一个生态。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写的其实就是一个近乎一个标准的一个 Rust。当然，我们为了 RISC-V 的环境稍微做了一点封装，但是说 Rust 几乎就是标准的 Rust。前面我们讲过说，在链上合约执行过程中是通过 Syscall 跟 CKB 交互的。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这个 load script 还是这个 load transaction hash， 它其实就是2个 Syscall。load script 获取的是说，拿到的是你当前
在运行的这个 script 的过程，通过这个 script 之中，就像我后面写的例子，你可以解析出这个 script 的 args 的部分。对于这个解析 args 的部分，通常是一个很常见的需求。比如说，无论是对于一个 SegB 签名的过程，你需要从 args 中解析出 public key hash。对于一个simple UDT 的过程，你需要从 args 中解析出当前这个 UDT type identifier。对于很多的合约，这个 args 其实是一个很常用的过程，所以这两条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 pattern。然后之后另外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以去拿一个 input cell， 你可以去拿一个 output cell， 你可以去获取前面我们讲过的 header depth 和 cell depth， 你甚至可以直接获取当前这个 transaction 的 hash。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简便的功能 load transaction hash， 你可以直接拿到当前这个 transaction 的 hash。对于一些签名的过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非常简易简化开发的过程，因为签名需要覆盖掉整个这个 transaction。那通过这个 transaction hash 可以覆盖掉除了 witness 之外的所有部分。那这样拿到 transaction hash 之后，你只要把这个 hash 包含在你的签名里面，剩下的部分你只需要处理 witness， 你就可以很简单的实现一个完整的验签过程。那后面大家可以其实看到，就是说我们其实支持 Rust 里面很多结构，vector B-tree map， 只要是说不是 SD， 我们现在目前运作还是在 No SDD 模式下面运作，所以就是说只要是 No SDD 的模式，你想加入无论是你想载入的其他 library， 或者是你想用的标准库的 core 里面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直接去使用。就像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使用Rust allocated crate 里面那个 vector， 你可以直接去做一个变长那个 vector， 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在这边就是介绍了 Capsule 之后，我们给大家实际提供例子，就像前面讲述过之后，我们要做一个 non-fungible token 的例子。在当前这个 workshop 里，我们会给大家展示说一个链上的合约去怎么实现。然后在下面的 workshop 之后，我们会利用这个链上合约去部署到 CKB 上之后，然后我们去实际去操作这个合约，来进行一次 non-fungible token 的创建和转账的过程。那 non-fungible token 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定义的 draft spec， 我们今天实现的这个合约就是完全按照我们这个 spec 里面给定的定义来实现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通过上面这个 title， 其实是一个连接，之后 PPT 会给到给大家，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连接去访问实际的 draft spec， 去读一下这个 spec 是怎么定义的。然后通过这个 spec 之后，我们配套会给大家说我们的 source code 已经完成的准备在这里。会有这样一个 df on CKB workshop code 这样一个 repository， 包含了今天我们讲的部分是在 NFT validator 里面，包含实际我们的链上合约。NFT glue 是下面的第三部分的 workshop 中会用到的实际的跟 CKB 交互的代码。那今天的 focus 在 NFT validator 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的话，其实我们对 commit 做了一些组织，我们把 commit 组织成完整的写合约的部分。就像第一部分，我们先生成 skeleton， 然后我们添加了一些最基础的单元测试，来通过按照 spec 的模式来测试这个合约。然后之后我们一点点，首先去实现，去怎么样去检查 spec 里面提供的 governance mode， 然后之后我们去加载说 input cell 中所有的 NFT。再加载 output cell 中所有的 NFT， 然后我们再对 output cell 中的 NFT 做一些检查。这个过程我们其实是按照一步一步的 commit 来组织，大家其实可以从一个一个 commit 去读过去，可以看到说我们去完整去实现一个合约是怎样的一个开发过程。大概的 workflow 就是这样子。首先我们再去检查说是不是在 governance mode， 是不是 governance，我们会把 governance mode 先放在一个 variable 里面，先放在一边，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loop。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 loop。首先我们检查是不是有更多的在 output cell 里面是不是有更多的 NFT 要去处理。如果没有需要去处理的话，我们直接 accept 去成功。如果在 output cell 里面有 NFT 要去处理的话，我们去判断说 input 里面是不是有同样的 NFT token。因为如果 input 也有 NFT token 的话，说明这是一个 transfer 行为，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行为去放过，说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OK， 我们可以直接去处理下一个 NFT token。如果 input 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 NFT token 的话，我们就认为是说在一个 NFT 的创建过程，我们会判断说我们今天是不是启用了 governance mode， 因为我们希望只有 NFT 的owner 最开始的创建者，他启用了 governance mode 的时候，他才可以去创建新的 NFT。
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创建了 NFT， 但是同时又不是在 governance mode 下面的时候，我们就直接 rejected 这个 transaction， 我们认为这是一次非法的操作。在 governance mode 之后，我们会计算说 NFT ID， 当前这个 NFT token 对应的 ID 是什么？那这个 NFT token ID 的计算过程其实是完整的，就是前面我们介绍的 Type ID 的过程，我们用了同样的模式来计算 NFT ID。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这个代码。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前面我们提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 quiz， 在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就已经修复了那个 quiz 里面对应的问题，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实际的代码，去看一下这个我们实现的代码和我们前面讲说 Type ID 生成 ID 的 flow 有什么区别。通过这个区别，大家就可以拿到那个 quiz 的答案。然后计算出这个 NFT ID 之后，我们和实际在当前这个 output cell 里面包含的 NFT ID 去做对比。如果这两个 ID 不一样，我们就认为这是非法的操作，因为你只能按照规定的方式去创建 NFT ID 来确保说这个 NFT ID 在全局在 CKB 上是唯一的。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就认为这是当前这个 output cell 里包含的 NFT ID 是正确的，是合理的，我们就可以去处理下一个 output cell 中的 NFT ID。这样通过一次循环，我们一次去处理掉所有的 NFT， 所有的 output cell 中的 NFT token 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常去通过这个 transaction。接下来就是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实际的 demo。demo 的话，我在这边准备了一个实际的运行的环境，大家可以看到说我在这边demo 环境的代码和 GitHub 上的代码其实是完全一样的。Header commit 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这个地方其实是完全一样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链上合约。链上的合约，我们在这个地方，首先前面就是标准的 Rust import， 然后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我们觉得非常有用的utility 方法。大家如果觉得对这些方法不是很明晰的话，可以通过这个 link 去看我们提供的 documentation。像这些方法里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 syscall 叫 load cell log hash、load cell type hash、load input 去加载一个 input。load script 加载当前的 script， 加载当前的 script hash 可以有很多的操作。我们还提供了一个 Rust 的 iterator， 可以方便的帮你去便利所有的 input cell 或者便利所有的 output cell。然后这个 entry point 是我们帮助大家组织的，因为我们 CKB 运行的环境稍微有一些特殊，所以这个 entry point 大家可以放在这边，暂时不去管。大家需要管的就是从这边开始。在这边这个 arrow 里面，前面其实这些 arrow 是说系统已经定义好的 arrow， 在下面大家可以增加自己的 arrow， 就像在这个合约里面，我增加了3个 arrow， 叫 invalid arguments， 如果 args 是错误的话，第二个 arrow 叫 require governance mode， 如果我想去创建个 NFT， 然后我当前又没在 governance mode 的话，这个错误就会被返回。第3个错误叫 invalid NFT， 如果 NFT ID 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返回这个错误。然后我们的实际代码是在这个 main 地方开始。首先第一部分就是说我先加载当前的 script， 然后我们去获取当前的 args， 获取的 args 之后，我们通过一些实际的查询来判断说当前是不是 governance mode。这个地方逻辑的话，我建议大家去读 spec 里面详细讲说我们怎么样判断说当前你的 transaction 是在 governance mode。这里面我想给大家讲述的是这个 query iterator 的部分。query iterator 部分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因为我们目前的 syscall 需要大家一个一个去读，比如说你要手动的去指定说我要去读第一个output input cell， 第二个 input cell， 第三个 input cell， 你需要不停的去 invoke 这个 load cell log hash 的方式，提供不同的参数来去获取到当前的 cell。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大家去看我们的 C 合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步骤，非常的冗余，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难写。在 Rust 里面，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叫 Quick Iterator 的方式，它可以在你给定这样的一个 syscall 方法，给定比如说我要找 input cell 这两个参数之后，它可以帮助你生成一个 Rust iterator， 然后你就可以用 Rust iterator 的方式来去做查询。比如说下面我们就我用到了 Rust iterator 的 any 方法去查询是不是有一个 input cell 的 log hash 和我们前面从当前 script args 里面解析的 governance log 是相同。如果相同的话，我判断说当前我是在 governance mode。同样，我还是建议说大家去看说我们的 spec 里面说
讲说 Gamma Spawn 到底是怎样去判断的。在这边我主要给大家，在这里面我主要想给大家讲述的是说，你可以通过 Quick Iterator 来快速的去生成一个 Rust Iterator， 通过这个 Iterator 来去对CKB 上的数据进行查询，而不用一次一次的调用 syscall。然后后面这个是一个稍微复杂的例子，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个给定的 syscall 方法去做查询，同样一会儿也可以通过一个 Rust Lambda 来实现。在这个地方我就发现了，目前系统给的 syscall 其实不能满足我需求的，我自己写了一个对 syscall 进行包装的方法。因为 load cell data 的默认情况下，如果你返回的值是如果你给定的 buffer 是不够的话，它默认会返回报错。但是我现在不需要这个需求，就是说我只是想去读前面32个字节的数据，后面有数据也无所谓。所以我在这边做了一个 wrapper， 做了一个特殊处理。就像这边，如果我发现 length not enough 这个load cell data， 因为我想只给它说32个字节的数据，后面有数据没关系，我不关心。在默认的情况下，如果只给32个字节的数据，而后面发现一个 cell 实际有64个字节的数据的话， load cell data 这个 syscall 会返回 length not enough 这样的一个错误。但是现在我不想要这个行为，所以我做了一个 wrapper， 在 load cell data 这个 syscall 返回 length not enough 的时候，我直接也返回实际这个 buffer 的数量。我做这样一个 wrapper 之后，我就可以然后通过这个地方我拿到当前 consume NFT， 就是 input cell 里面包含所有的 NFT。然后同样的话，下面一些操作就是比较复杂，大家可以去看这个 document， 看这个comments 外加 spec 来去看说这个逻辑是怎样怎样运作的。大致的运作方式是说，首先我们不去拿 output NFT 里对应的所有的我们不去实际拿所有的 output NFT 里对应的值，而我先只去拿它们对应的 indices， 它们对应的索引值，然后最后我们再通过索引值做一些复杂的操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一下这些 comments 会详细讲说我们实际的运作流程是什么样子。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合约之后，首先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先通过 capsule build 来去编译这个合约。这个合约我们其实是说在Capsule 环境里面去编译这个合约。我们虽说在 Capsule 的环境，但是我们用的也是标准的 Rust。我们还可以用，比如说我们如果看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编译了一个 debug 版的合约。我们同样的话也可以用 Capsule build -release 去编译一个生产环境的合约。不好意思，在生产环境合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同样也有了一个生产环境的合约。那前面如果大家去跟我们的 commits 看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单元测试。同样的话，你可以用 capsule test 来去跑单元测试。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所有的单元测试通过了。在这边，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对我们的代码做一些修改，比如说回退到之前的 commit， 比如说自己去尝试去动手做一些修改，修改之后再看一下这些单元测试还是不是通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过程。与此同时的话，我还想展示另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如果看到这边的话，我实际跑了一个 CKB 的 DevNode 的节点 ，Capsule 还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说实际去部署合约。首先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部署的 config，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去部署一个生产环境的合约，我们不使用 Type ID 的模式，然后你还可以指定说，我去部署这个合约生成包含这个合约 cell 的时候，我们用的 log script 是什么？那我们来尝试部署这样的一个合约。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capsule deploy -address， 后面的 address 用到的就是你实际的部署合约。因为部署合约的时候，你要去消耗一些 capacity 去创建这个装有合约这个 cell。我们在这个地方提供了一个 input address 来去通过那个 address 那个地址来创建这个 cell。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capsule 帮助我们实现了一些 handy 的操作，比如说它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定义的 cell 叫 NFT。它的最后生成的 transaction hash 是这样子的，它消耗了33000个 CKB， 最后生成的 data hash 是这样子，我没有用 Type ID， 最后让你确认说是否部署，比如说我们确认说 yes， 我们去部署。因为这个 capsule 实际是调用 CKB CLI 去做操作的，因为去做实际的部署行为的，所以这个地方prompt password 其实是 CKB CLI 在需要你去提供 password 去解锁你这个 address 对应的地址，来去生成相应的 transaction。
比如说我们这样的话，就会发现这个 transaction 已经被发送到 cell 上面。稍微等一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实际这个 transaction 已经被部署到 CKB 上面，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在链上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合约了。这个地方就是说，注意大家的部署之后可以看到我们的实际的代码Absol 实际是创建了一个叫 migration dev， 然后后面是一个时间戳这样的一个 JSON， 这样一个 JSON 里面会包含实际的部署数据。刚才我们看到，无论是 transaction hash 实际占的 capacity， 甚至包括 data hash 部分都会包含在这个里面。这个文件如果大家想去跟着这个流程去部署的话，这个文件大家一定要保存下来，因为在第3部分我们实际讲说用 Lumos 去跟CKB 进行操作，去操作这个 NFT 的时候，我们还会用到这个文件里的数据，我们会用到这个 transaction hash， 我们会用到这个 index， 我们会用到这个 data hash， 我们会用这些数据来准备 Lumos 需要的环境，所以这个文件大家需要保存下来。OK， 到这个地方的话，我们 demo 就大概就结束了。还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建议大家去实际去，因为我们之后会把代码给到大家，我们希望大家配合我们的代码，实际去尝试这样的一个部署的过程。无论你是一点一点去根据我们的 commit 去看我们的开发流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或者是说自己去尝试去修改这个合约，去实际去部署，或者是说无论是大家想添加新的测试，去测试新的行为，我们都建议大家实际去 get their hands dirty， 去尝试去实际去编写、去修改、去尝试去使用这个合约。这是我们觉得唯一的去能更好的去上手 CKB 合约开发，去尝试去对 CKB 进行更多了解的一个最好的途径。那今天的这个workshop 就到这里，大家再见，谢谢。